我们画个二乔吧，用这个玫瑰红、曙红胭脂，用玫瑰红、曙红胭脂吧。好，我们还是这里这个底色还继续用哈，底色快没有了，我们再调一点吧。好，这个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调的。好，这边这个底色还可以用。这个底色是之前用剩下的，里面是有一点胭脂的。这个深一点、浅一点，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。对于我们释放这个花瓣来说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好，我们先还是一样，把这个玫瑰红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/2的地方。画一个正面的啊，画一个正面的，画一个正面的二乔。我们之前画的二乔都是侧面的，我们画一个正面的二乔。水分有点多，画一个正面的二乔，好不好？画一个正面的二乔。好，一个正面的哈，我们把花这个花心在这里啊，先把这个花心的位置定好，让你们知道这个花心在哪里。首先，这个花心在这个地方。好，这正面的有2个花瓣，它会这样子，它长到这个花心的这个中间来了，这样子的这种感觉，有2、3个这个花瓣长到这个花心中间来。其他的花瓣我们就这样子让它四周的展开。这个正面的花它就是这样子的哈，正面的花它就是这样子，是一个圆，这个花是个圆，中间的花心，然后花瓣都是从这个四周展开，花瓣从四周展开。好，我们这边又来一个这样子往这边的，所以各种朝向让它有一点节奏一点，让它有一点节奏。好，这种反瓣我们还是一样，先把这个反瓣画出来，把这个反瓣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，定一下这个花型，先把这个花型定好，然后再往后面再来去展开。好，有背面的，有正面的，各种各样姿态的。颜色还是放在这里，让大家看得到我调色，让大家看得到调色。好，这2个叠加起来的这种感觉，让它有这种叠加起来的感觉。我们先还是把这个反瓣，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。昨天跟大家讲了这个花型，就是所有的反瓣都画出来之后，你再去把这个所有的正瓣都补上去，然后这朵花它就成了，是吧？所以说你搭好架子之后，把架子搭好之后，你再去慢慢去完整它，就显得更加更加容易，就显得哎这个花然后就这样子就把它就画完了，是吧？就是没想到就可以这么容易就把这朵花给画完了。你先把这个所有的这种反瓣都画出来，架子全部搭好。好，这个大的旁里面我们掺插一些这种小的哈，掺插一些小的，让它大的里面有小的，小的里面有大的。这里也是掺插一些小的，让它显得这个层次会更加丰富一些。这里也来一个，这里也来一个。好，我们把所有的这种反瓣，所有的反瓣都把它画出来，把这个架子先搭好。
好，这边这样子来花瓣，让各种朝向哈，各种朝向，让它有很多这种细节。好，我们这种浅色的，我们这一个花瓣就一半深一半浅，好不好？一半深一半浅。那这一半浅色的我们就这么多，然后我们把这个浅色的地方，这个正瓣里面的正瓣去补充，里面的正瓣去补充上。所以正反瓣大家就觉得了解不够透的话，今天就看这一朵花，这朵正面的最能体现这种正反瓣。正面的为什么我现在画这个正面的花？正面的花最能体现这个正反瓣的这种花瓣的组合，明白吗？我刚刚讲了，这一个正面的花瓣，它就是一个圆的，圆的中间是花心，然后这个四面展开全部都是正反瓣，全部都是正反瓣，就是说你画出4个这种正反瓣的组合，它就组成了一朵这个花了。为什么现在给你们画这个正面的？就是让你们更加清楚明白的这个了解这个正反瓣的这个组合，好不好？好，这个笔上这个底色没有了，我们蘸一点底色。好，这边越来越深了哈，这边深的这种反瓣我们先是画还是不画呢？先不画吧，先这个深的这个花瓣我们先不画，这边都是深的哈，这边都是深的，待会儿我们要画这边这个深色的，那我们先还是来补充这个正瓣啊，把这个浅色的这个正瓣都补上一下。正瓣的时候，这个缺口里面我们肯定是最深的哈，最深的，我们可以补充多一点这种层次感出来。好，这个继续补充哈，把这个里面的这个，把里面的这种正瓣都补上去，还要补充这个感觉要有这个层次感，把这个层次感都补出来，把这个层次感画出来。好，里面这个补充，
补充这个正版。好，越到外面来，我们颜色会越来越浅一些，越来越浅一些。补的时候要有一些节奏，补的时候要有一些节奏。好，现在这个笔肚上没有这个底色，我们沾一点底色。越在边缘，颜色越来越浅哈，越来越浅。一样的去补充这个正面的花瓣，颜色会越来越浅。当然我们不用说把它每一个花瓣都分得清清楚楚的，这个边缘去补充。好，我们没有底色的，笔肚上没有底色，我们就蘸一点底色，没有底色我们就蘸一点底色，然后稍微的笔尖蘸一点颜色就可以了，稍微的蘸一点点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来一个大一点的花瓣。笔尖没有深色啊，刚刚笔尖不够深，这个花瓣的这种层次感体现不出来。好，我们这个浅色的啊，浅色这一部分我们可以先画的这么多，让这个花就这样子，然后后面我们再要去补充，再去添花瓣的时候我们再去添。你看这个花瓣它不会太拘谨，它不会太死板，不会每一瓣都是整整齐齐，所以我们要画就是要画这种变化，让这种花瓣它有一些姿态。什么地方补充小瓣？哇，这个大小要看自己的这种感觉，你不能说完全听我补充，这个完全这个补充这个花瓣的时候，完全就是你在画的时候这种随性的、自由的，没有一定的，没有规定说哪里补大瓣哪里补小瓣的，明白吗？你不能一个死的规定，没有的。这个花它就是自然界生长的，这个花它就是千变万化的，所以你画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就是你根据你的自己的当时的心情，你想补哪里大的哪里就补大的，你想补哪里小的你就补哪里小的，没有说规定哪里补大的哪里小的啊，不能这么去死规定的，不能这么去硬性的去按照我一模一样的来，不能这么来啊！你说你想补大的就补大的，这个大小就是你这个花瓣要大小相间，有大有小，有变化，这样子才会好看，明白吗？我现在就画这个小反瓣，你们看着啊。现在就这朵花就是正反瓣的组合，所以最能表现出这个正反瓣。好，我现在再画这个小反瓣哈，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按下去，再往后拖一点，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反瓣，是不是？是不是一个小反瓣？这个小反瓣明不明显？明不明显的一个小反瓣。好，那么再来一个啊。带一点勾，按下去提起来，再重重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往后拖一下，往后拖一笔，这又是一个小反瓣。好，再来这个小反瓣啊，再来这个小反瓣。你们想看的这个小反瓣，来，我们再来。按下去提起来，按下去提起来，让这个小反瓣也要有各种各样姿态不一样的小反瓣啊。那我们这边反瓣里面再掺出来这个小反瓣，
好，再来一个大一点的，这个反半有大有小，这个为什么哪里大哪里小？刚刚我们没办法讲清楚哪里大哪里小哈，就是你想画大的时候，就是你感觉这里画了那么多小的，我想在这里画一个大一点的，你看这个反半我们让它大，那这个就大了，是不是？这个就大了，这一个反半它就大了。我们让它大里面有小，小里面有大，像这样子去穿插，像这样子去穿插。我们再画一个，再画这个反半，再来大一点，再更大一点的反半哈，按下去提起来，然后再重一点的按下去，再提起来，再往下拖一点。好，我这边又画一个这个稍微大一些的这种反半，就是你画的时候画各种各样的大小，你还没有补充里面补充大小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你想补充大一点就大一点，想小一点就小一点，这个是自由的，画画一定是自由的，没有局限的，没有局限性的哈，不能把自己套在这里哈，不要有局限性啊。所以因为每一朵花它是自然界生长的，它每一朵它都长得不一样，没有长得一样的一朵。好，这边的这个反半我们都让它大一点，让它大一点。好，大一点旁边又有一个小的，大的旁边又有一个小的，让它大小。你看我都是自由的去画，自由的去画。补充颜色，我想画到哪里就画到哪里，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大关系啊。先开始就是大胆的去下笔，大胆的画，但是你要注意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？这个花瓣要有大有小，你看有变化，你不能这里全部画大的或者全部画小的，就是有大的和小的再穿插，大小穿插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这个大的旁边又来一个小的。小的我们再来一个，又来一个大的啊，再又来一个大的，补充颜色，补充颜色。我们今天用的就是这个玫瑰红，还有这个曙红、胭脂。玫瑰红、曙红、胭脂就这几种颜色，非常简单的颜色，要画出不一样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里来这个大一点的。好，我们这个部分，这外面这一层的这个花瓣，我们可以不用它，不用画那么清楚，可以虚一点。看一下这上面还要不要加这个反半啊？还要不要加这个反半？再来一点。加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细节。好，我们继续，这一边这个反半还没加完呢，还有这边还有这个地方，再来一些。好，这里再来一个，这里再来一个。这个反半我们就这么多了，就画这么多反半就可以了。然后再跟下面一样，我们去把这些所有的反半里面去补充正半。像这种方式，你们觉得是不是很简单？我们先把这个框架都搭好了之后，像这个刚刚我们画这一边的时候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所有的反半不同方向、不同大小、不同长短的
这种反半都把它画完，画了之后我们再去补充里面的正半，那么这朵花它就完成了。这样子去理解，你们觉得简不简单？这样子去理解。底色里面有这个三绿，还有这个胭脂，因为是上一朵花剩下的这个底色都没有关系，正好需要这种底色，所以我没有重新调，就直接用上次用的这个上一朵花，用剩下的这个底色，底色里面是有三绿和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现在补充正半啊，补充正半，我们颜色要调得更加饱满一些。补充正半，从这个缺口最深的地方这样子侧锋侧锋。假如说这两个反半都是一个方向，我们画这两个反半是不是笔尖是朝这个左边，这样子画两个反半这样挨着，那我们补充正半的时候，笔尖要换一个方向，这样子来侧锋来画，换一个方向来侧锋来画，明白吗？这样子去补。好，笔尖再补充点深色，笔尖再补充深色。你看这个花瓣再继续补出来，补出来。好，这个花瓣我们再来补出来，补出来，这样子这个正半就补出来了。好，笔尖再补充一点颜色，把这个中间这些缝隙里面，我们直接让最深的颜色，最深的颜色那就是胭脂了。好，来补充一层，补充一层过来，我们可以再来一层，把它包过来。可以不用全部包完，可以留一个缺口。留一个缺口，为什么要留一个缺口？因为这个花不能太圆了，我们要留有缺口嘛。好，这些缝隙里面我们继续去补啊，继续去补。这个大的里面补充一个大的花瓣，这样去点它，点它就不至于把这个花瓣画得太圆。好，我们这边来一个反半，我们再来补一个，不要画得太出去啊。好，在笔尖再补充深色，笔尖再补充一点深色。
好，把它补充。所有的反半里面补充正半，所有的反半里面补充正半。好了，这个笔里面又干了，笔里面又干了，我们再加一点底色啊，加一点底色进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些都补上，所有的这个反半里面这个正半都补上。我们画完之后，这些地方可以回一下笔啊，回一下笔，表示这个花瓣的这一些褶皱的这种感觉。来，我们画到这里，我们再去看一下哪里需要去调整，哪里需要去调整。这个底色已经没有了呀，这个盘子里还有一点，很黑哦，很黑，底色已经没有了。底色是太白加3绿，然后加了这个胭脂啊，加了胭脂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反半，颜色好像没有调匀呢，根部有点深。好，有点拉长一点。来，我们再看一下整个外形。我们现在要调整花的这个整个外形了。现在要调整整个外形，圆的地方我们去调整一下。哎，这个颜色好深呢，不要太深了啊，浅一点啊。调整的时候我们浅一点。浅一点，不要太深了。好，我们在外面看一下哪里需要加花瓣，我们来加一层这个花瓣。看一下哪里需要补充花瓣的，我们来补充。好，我们在外面最后去调整，做最后的调整啊，做最后的调整。
好，整个花心站起来，要站起来。最后看花型的时候，我们最好是站起来看啊。最后就是调整整个花型。回一下笔，好了，我们这个花我们就这样吧，就这样吧，不再去调整了，不再调了。好，我们这朵花就这样，然后把中间的花心用最深的胭脂把它画上，花心用最深的胭脂，好不好看？这朵花好不好看？这里会加一些这种小的这种细节哈，让这个花会有一种，它会有一些这种小的碎瓣。哎，三绿都变黑了，这是什么情况？再重新挤一点三绿出来啊！好，我们画5个，画5个这个，先画这个雌蕊，哎，是不是正中间？我看一下啊，是正中间啊。
好，我们再来用胭脂。1、2、3、4、5，这里5组哈，分5组来画这个花心。这个花心画好了，这整朵花也会显得更加有精神。好，这个花心我们不要画的太整齐，稍微的有一点点这种节奏感啊。好，这边也是稍微的带一点点勾，慢一点啊，慢一点，画好一点啊。这个花画那么漂亮，不要因为这个花心把这朵花给毁了，那就不好了，那就不划算了。好，这里有一些跳出来。2组哈，只2组，然后再画第3组。好，是一样的，这样子带一点点勾哈，带一点点勾。好，再来画这一组。
看一下这个花心，哎，这里再跳出来一些。好，我们就有一些跳出来的，让它有一种这种。好，我们画一下这个花丝啊，稍微的扫一层这个小花丝。这个黄色是自己调的，这个黄色是藤黄加太白1:2调和。这个是藤黄和太白1:2的调和，把它调好，装在这个小瓶里面。哇，这个花心很有精神呢，里面穿插一些这种小花瓣，显得更加自然，更加有这种自然的这种美。我画着画着，我就想把它画完它。那我们首先调一个画嫩叶子，画嫩叶子我们有这个颜色，画嫩叶子颜色有的我们直接来用。好，我们来这个画嫩叶子是这个藤黄3绿，藤黄3绿啊，藤黄3绿，藤黄加3绿，然后加一点这个朱标，然后笔尖蘸一点胭脂，笔尖蘸一点胭脂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嫩枝干，我们让它往这里长啊，往这。让它这个枝干从这里出来，从这里出来，最好一笔撑啊。画一下这个小花托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在哪里安排叶子，把叶子安排一下。叶子我们让它在这边。好，这边再来一组。看一下这一组。好，这两组叶子。这里要不要来一组？要思考一下。思考一下。好，这组叶子也往这一边。
好，我们把它这个叶子，把叶子先加上，把这个叶子先加上。每一次我们画这个叶子，我们先安排好这个叶子，先安排好这个叶子从哪里长，这样子大家就更好理解一下，更加好理解这个叶子为什么从这里出来。这个叶子它要有出处，要交代清楚这个叶子是怎么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画这个叶子哈，把这个叶子加上去。我们画这个小品，我们就直接加一些这个颜色上来吧，直接把这个花青加在这个盘子里，加点这个花青。我们如果画大作品的时候，就直接调一盘这个花青加藤黄，然后加墨。那画这个小品，它叶子不多，我们直接在这个盘子里面调一下就可以了。这里有花青，也有藤黄，把这个花青和藤黄调和。在这个盘子里调一下，直接在这个盘子里调一下，然后可以加一点墨进来，可以蘸一点墨进来，多加一点藤黄，它会显得绿一点、嫩一点。加一点藤黄，加点墨。好，这里就是一个墨绿色了，花青加藤黄加墨调成这种墨绿色。然后我们笔尖再蘸这个浓墨，好，这个浓墨好像没有了，我们倒一点这个墨进来，倒点墨进来。我们来看一下这几组叶子我们怎么长啊？来，笔尖蘸这个浓墨，笔尖蘸浓墨。好，我们这组叶子我们让它往这里，先画这个侧面的这一个，3笔啊，3笔来画一片叶子。这个叶子我感觉有点小哎，其实叶子要画大一点它会更加好看啊。来，大一点啊，一笔下去它大一点，这个叶子会显得更加自然。这个另外去加的就会显得没那么好看。好，我们在笔尖再蘸一点点，笔尖蘸一点浓墨。好，后面的这一组我们可以让它长出来。这里小一点哈，它有点这种侧面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，我们这一组我们让它从下面出来，那么就往下面出来，这样子又多了一个层次，让它叠加了一个层次感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组，一样的，我们先来画这一组，让它垂下来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这一边已经扩边了。这一组的这个叶子也是有大有小。啊，这组叶子让它有一点。好，这个下面还有一组，你看这里还有一个枝干，这里有一个枝干，我们让它这个叶子，让这一组的叶子稍微的颜色有一点不一样。来，加一点藤黄，加一点朱标，加一点胭脂，还是一样，
好，这个叶子从这里伸出来，那有一些叶子长到这边来，让它在后面这个层次。让它在后面这个层次，这里会露出一点点。这里会露出一点点感觉，这里让这一组叶子显得很多很密，让这一组叶子很多。然后我们再画这一组，下一组我们还是用深色的啊。好，我让它像风一样的吹过来，让它像风一样的吹到这边来。让它像风一样的吹到这边来，穿过这朵花。还有一些淡的层次。两组，一组多，一组少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，这个枝干从这里，这样子出来。然后我们这里来一个小嫩芽，这里来一组嫩芽，这里来一组小嫩芽。好，
这个嫩芽中间让它密一点。这里再加一些小嫩芽。来勾一下叶筋，勾一下叶筋，用这个浓墨来勾叶筋。好，这个嫩叶我们用这个来勾。这里就这个空的地方就提字，这里就提字。看一下提什么字呢？我们提在这里好不好？提在这里。最喜欢写的那一首。
来，再来看一下。好了，这幅作品就完成了，这个花还是很满意的。大家后面可以跟着练起来。